有剑光陡然出世，炫目震耳，如同破晓之光，裹挟千军威压。沉闷轰鸣声自四方而起，剑光所到之处，烟尘散尽。半空中显出一人一剑，再无任何矫饰，其名响彻天地，正乃温若寒及其仙剑剑天。夺舍，顾名思义，以魂魄之力夺活人之身，自不可能无中生有，活活变出个原身来。然而如今不夜天半空之上，静一下就有2个例外。魏无羡与温若寒各自执剑，立于两方，天地之间战尘郁郁，杀气腾腾，在场修为平平者皆泣夜生思。此事之前，无人能想到会有此刻。最先动的仍旧是蓝忘机。温若寒最初现身时，他将魏无羡护在身后，可当温若寒当真要鱼死网破，又是魏无羡一把将他拉到了后头。蓝忘机瞧着眼前之人长发飘飘，竟是直飘到他心头去，有一搭没一搭的，挠得他心尖发痒。两人手拉着手，宽袍大袖给了蓝忘机坚定守护的感觉。蓝忘机微愣，然后才听到战场上风声萧瑟，苦笑自己10余年的等待都是心甘情愿，早该放弃互通心意的愿景，竟然还能在如此紧迫之刻想入非非，是否当真不堪大用？他重整旗鼓，一擎一剑在手，踩着踢云纵先冲了出去。碧晨剑身极长，剑气又利，蓝忘机身法极快，眨眼间剑气便至温若寒颈侧。而温若寒功法一向霸道，宁拼不躲，如今也同样，那诡谲的肉身笼罩着一身斗气，硬生生格挡了此一击。双方被大力震开，各后退10丈，一边是踢云纵如履平地，一边是元婴修为御风而行，一如方才寒光君与夷陵老祖之战，若不看立场道义，实在是精妙绝伦。试探之后，二人并未犹豫，又纠缠一处。即使温若寒的修为不比从前，然而境界压制却是实打实的，单挑下去，蓝忘机必定败北，而此刻魏无羡的立场就尤为重要。在场几尊神仙灵力压迫感十足，不夜天数万修士静默不语，单单等着夷陵老祖的反应。魏无羡倒是没注意到那么多，眼见蓝忘机一言不合就直接往前冲，先是吓了一跳，想起当年射日之争时，蓝忘机也是这样，不说话就是砍。魏无羡刚想跟上去，可一旁另一个人让他不得不注意，正是死而复生的江婉莹。江澄御剑而来，停在魏无羡身前5丈，不近也不远。两人互相凝望着，其中爱恨如何，早已不得探究。共同走过家破人亡，各自走过一番生死，年少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早被泼上鲜血，那鲜血干了，硬了，臭了，腥了，曾经再如何叫人追忆，也早已被那血腥气冲散了。而最后江澄只是说，温宁救了我。魏无羡点头，他告诉过我了。两人该是有千言万语，只是此间唯有沉默，总角之交已无话可说。扬言殿后火光冲天，扬言殿前刀光剑影，江澄回望两端，罡风剑气刮得眼睛生疼。他说，去吧，他在等你。魏无羡眨眨眼，转过头不再看江澄。眼前温若寒与蓝忘机大战酣畅淋漓，谁都以为蓝忘机撑不过100回合，如今看来却并非如此。魏无羡笑了，一手随便，一手陈情，风声照之即来，吹动他一身墨色大氅。夷陵老祖踏风而去，要去了结那绵延了多少人一辈子的恩怨情仇。而江澄立在剑上，无声地唤了一声，别了，师兄。头顶乌云密布，沉闷的雷声逐渐轰鸣，然战场上剑声铿锵，压住了一切杂音。温若寒怒意滔天，本想区区金丹修士，如何是他对手？可怎知蓝忘机步伐诡谲，剑术霸道，而他将恢复修为，竟不能一招制敌，反而陷入缠斗，怎不叫他心头火起？然二人到底差了一个大境界。温若寒本就是以剑术问道，蓝忘机剑法再妙，也不敌他，不过占着自己先发制人，与温若寒状态不佳，方能走上100来回合。如今后继无力，战局已明，50个回合之内，蓝忘机必死。也就是在此时，另一道剑气毫无征兆破空而来，在缠斗之中，倏地凭空出现一般，径直击偏了剑天。一回头，果然是魏无羡。这还不算完，随便之后，朔月也至。泽务军方才部署联军，调整阵型，耽误了一会儿，此刻一并来了，同样凭空而起，
步伐与蓝忘机一模一样，竟也是踢云纵。三人皆是剑术音律双修，进可攻退可守，本就都是仙门顶点之人，更有同为元婴的魏无羡在。温若寒本来仰仗着境界压制，而此刻这优势也不复存在了。温若寒仰天长啸，当年世家先手联手而来，也不过是我手下败将，而今你们一起上，我温若寒何惧？随即体内真气暴涨，方圆数里瞬间龙腾虎啸，天下霸道尽在此身，一对三似乎不落下风。蓝氏双臂面色凝重，而魏无羡在三人中境界最高，目力自然更强。他微微眯起眼睛，看到温若寒斗气包裹的肉体之下，皮肤肌理竟似承受不住一般皲裂开来，微微渗出血迹。他心下了然，对双臂传音：温若寒刚得肉身，又是无中生有，恐怕受不住他的灵力，我等联手逼出其极限，应当不是问题。蓝曦臣闻言，立刻控制灵力，再无保留。而蓝忘机却轻轻蹙眉，传音给魏无羡：那你呢？魏无羡一怔，扯了扯嘴角：单挑我肯定打不过他。温若寒至少元婴中期，境界稳固，不似我莫名其妙渡了个劫，自己都能察觉到境界不稳。但我等三人合力，那便不是问题。蓝忘机心想，他担心的并非是这个，可大敌当前，眼见魏无羡意志坚定，他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是分出一些灵力，若有似无地护住魏无羡全身，哪怕心中知晓这些不过杯水车薪。而此刻，江澄正在地面组织联军与金氏作战。原本温若寒身份暴露，金家修士已再无战意，然而温若寒露出真身之后，江澄方知此间重重阵法另一层含义。就在金家偃旗息鼓，打算握手言和之时，脚底残余的阵法突然红光大作，吞噬万余金氏及其拥趸。待红光暗去，方才还生龙活虎的金家修士们已成了无心无情的傀儡。暗中观察的金光瑶大惊失色，此时才惊觉这以人命为祭的渡劫阵法究竟何等恶毒，心想：温若寒竟然在数十年前便开始部署此事，恐怕原本是想趁着射日之争决战，将整个仙门甚至包括温家当作自己渡劫的养料，要不是当年偷袭得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金光瑶惊慌之下返回穗华，剑气大圣护住金灵，强行带着自己的主人后退足足1里。金灵一头雾水，被自己的剑拉着走。待金光瑶觉得够远了，才回头去看，唯恐温若寒真将祭品们化为己用。而后发现温若寒确实修为暴涨，可却不比当年强，亦没有破镜之象，方才松一口气。望仙二人刚刚搞拆迁，确实有用。江澄反应迅速，他本就是联军首领，威望颇高，立刻组织反击。本来在后方放火的江家修士也跑了回来加入战场，其中甚至还有温宁，不死之身以1敌100，煞是恐怖。两边在地上站得有来有回。金陵本想跑回去参与，可方才蓝曦臣的一席话叫他心中疑虑颇多，而今回想这大半年来与穗华的种种，心中忽然有了个猜想。这当口，半空中飘着4个神仙，地面上双方大军鏖战，头顶雷声阵阵，已是你死我活。也正是在此时，突然云间光芒大盛，一瞬间天地失色，目不能视，紧接着是爆炸声，大地震颤，似乎要被整个炸塌，极为骇人。数万修士大惊失色，以为是天上斗法的4位高人用了什么不得了的招式，而光芒散去后，众人才惊觉，那是天降惊雷，冲着一人而来。地上出现一个巨坑，远比望羡拆阵法时炸出来的坑大。一人被这道惊雷劈得倒在坑中，再起不能，一身洁白衣物已是破破烂烂，四处焦黑。魏无羡心头大骇，凄惨喊道：蓝战！一层一层厚重的黑云看不到尽头，奔腾的风呼啸着席卷万物，尘土飞扬，风沙漫天，蔽日干云不见天光，只有叫人牙酸的电流在云中噼啪作响。致命之意自天而来，獠牙在云中要藏不藏，随时都会降下天罚。不过一击，方才仙风道骨的蓝忘机便被劈到了尘土之中，闪电劈出巨坑，甚是煞人。他浑身焦黑，狼狈不堪。魏无羡目眦欲裂，想要冲上去将蓝忘机扶起来，却有罡风叫嚣，锋利如刃，扑头盖脸而来，竟是让他都近不得身。终于，人群中传来颤抖的呼喊：是
雷劫啊！自古以来，修仙之人皆梦问鼎大道，然而从古至今，却连碎丹成鹰都不过是传说。从筑基到炼气，从炼气到结丹，多数人终此一生不过到此为止。而在这之上，需跨过哪些坎？如何跨过这些坎，却是无人知晓。早有传闻，那温若寒为天下第一人，境界深不可测，却在死前都未曾真正展露实力。又有魏无羡死而复生，修为突飞猛进，却无人知晓他如何渡劫。而今这修仙之途的秘辛，终于在世人面前稍稍展露一角了。蓝忘机浑身剧痛，努力挣扎着想要爬起，却是连动一根手指都觉得吃力至极。周围吵吵嚷嚷的，细听却极度安静。忽然全身血液往脑袋上涌，晕晕乎乎的，看不清听不清想不明，仿佛一层罩子将他笼在其中，身上的痛楚瞬间消失不见，变得轻松而安逸。有个声音在耳边对他说：既然累了，那就躺下休息一会儿吧。蓝忘机冷笑一声，猛一咬唇，些许血迹渗出来，那声音瞬间便被赶跑了。剧痛顷刻之间又回来，一来一回不过一个呼吸之间，恍若那不过是旅途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颗脚底碎石。史上多少大能在将突破之时，便是困囿于那极为诱人的轻松安逸之下，从此身死道消。他晃晃脑袋，终于再次耳聪目明，战场风声又起，他听到了有个人在呼唤自己，一声一声的，急切的，真情的，害怕的。